学大家好，我们前面呢已经走过了文法教室，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个故事最后的8到29这些图片里面的一些个文法，有的是复习哦，有的是新的东西，我们一起看下去。首先复习一下，还有一些温故知新的东西。各位还记得我说过，他在介绍一个新的角色、人物、事物出场的时候，常常会用量词，因为接下去要继续谈这个人物。那么前面我们谈过的只有2个很简单的量词，一个是 orang， 是指的那个小孩子；第二是 ekor， 是指的动物。那么除此之外，在这个文章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现在请你来试试看，你会不会将下面这个图里面的例子给予它正确的量词？好，我们现在请老师来念一下。Seekor tikus, Sebuah lubang, sekumpulan lebah, 2 ekor katak. 你答对了吗？答对了，我给你拍拍手，太棒了。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里面曲折离奇的部分。因为谈到曲折离奇这个部分，开始有行动了。行动的时候，那么地点就很重要。我们在前面1到7的时候，时间很重要，对不对？一开始的 orientation 要酝酿，那个时间很重要。等到开始进入了 complicating actions， 这个时候地点就重要了。这里有2个 complicating actions， 一个是发生在这个森林里的，一个呢是那个小孩子被抛出去以后，哇，到了池塘里面，到了小河里面之后，它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怎么样表达地点。dari rumah, Di hutan, di sana, di balik pohon, dalam tanah, dalam lubang, pada batang pohon besar. ke batu besar. 所以呢，刚才你看到了有 dari 从什么地方 ，di 是在那个区域。还有 dalam 是在什么里面，还有 pada 是也许是对那个地方那个人，或者是在那个时间，还有一个去什么地方，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介系词，表达地点。那么除此之外，在这个8到29里面，还有一些个很重要的一些个例子，我们请老师念一下。Berpegangan pada tanduk rusa, Tersangkut di tanduk rusa, terlempar dari tanduk rusa. 所以你看到第一个，它是抓住那个鹿角抓住那个鹿角，它用 pada。第二呢是卡在那个鹿角当中，它用 di。第三个是从鹿角上被抛了出去，从用 dari 这样子看起来很简单，对不对？在整个这个故事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young。这个 young 加上形容词子句可是好用了。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些个例子。Katak yang hilang, sarang lebah yang menggantung di pohon, tanduk rusa yang kelihatan seperti ranting pohon. 看第一个例子，走失的青蛙。青蛙是最主要的那个名词。青蛙怎么了？青蛙是走失了的，所以用 yang hilang。第二个例子是指的那个蜂窝。那个蜂窝到底怎么样呢？ yang 后面是挂在树上 menggantung di pohon 挂在那个树上的蜂窝。第三个是指的那个鹿角。这个鹿角看起来像什么呢？像是树枝。所以后面 yang kelihatan 是说那个 yang 是形容词子句介绍它出场的这个词。kelihatan 看起来像 seperti 是像什么呢？像 ranting pohon 像树枝。
所以那个小弟弟才会以为那个是树枝啊，就抓着它，最后被那个鹿角啪给抛到那个小河里面去了。好，同样的，在这里面有许多的动词，我们前面已经花了好多时间，文法教室里面已经学习了梦主动动词。那么现在，请你找出词根，看你会不会。我们先来念一下 menggantung, menemukan, menggoyang-goyang, melanjutkan, mengejar, mengikuti, menyelamatkan, mendengar, memeriksa, membawa. melepas kepergian. 好，现在我们来找出词根。你可以将词根、词缀很正确的分开来吗？赶快来对对看，你的词根、词缀是不是都分出来了？那我们现在一一来看刚才那些个例子，其中第一个，来看下面这些，我们请老师念一下。membawa, Mendengar, menggantung, menggoyang-goyang. 所以你发现这里的 B 前面配一个 M，D 前面配一个 N，G 前面配一个 NG， 对不对？所以屡试不爽 ，M、N、O 确实是要跟着鼻音同化，跟着后面的 B、D、G 一起出现。接下去我们请老师念一下。melanjutkan, Melepas kepergian. 好，请看这里，它是 L 开头的 lanjut、lepas， 所以我们的规则是看到了这些，其他就一律把大 N 给删掉，所以大 N 不见了，是不是这样啊？接下来我们请老师念一下。menyelamatkan, Memeriksa, menemukan, mengejar. mengikuti. 好，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说的 SPTK 出现了吧？请看第一个 S selamatkan selamat 前面是 menyelamatkan， 对不对 ？S 碰到了 N， 马上变成捏捏的捏捏捏 menye， 然后呢 P 碰到了 N， 二合一变成了接下去 N 碰到了 T， 二合一变成了呢。再下来是大 N 碰上了 K， 二合一变成了ng。还有呢，如果是母音的话 ，ikut 是母音 I 开头，也是一样，母音跟那个 K 是一样的，要变成 ng， 只是 ng 加上去以后 I 不会删掉，它还在。所以让我们复习一下这个表，这个是最经典的表，你把这个带回去，80%、90%的印尼文你就学会了。所以这里基本上是3个重点，我以前说过。首先，请看 B 配上 M，DJC 碰上 N，GH 跟母音碰上 NG， 然后呢有一些是不见的，还有 SPTK， 我要一再的强调。它是非常重要的4个轻的发音 ，S 是一个擦音 ，PTK 这3个是宝贝 ，b d g 这3个宝贝是色音，是轻色音，所以请记得 S 变成捏 ，P 变成 M，T 变成 N，K 变成 NG。所以我们再看一看印尼文的子音，它的发音部位。发音方法就是这样子。
非常的清楚明白。然后印尼文的母音更是简单了，一共你想要多都没有啊，就是这几个哦。所以再学不会的话，真的是说不过去，只有这几个母音。好了，最后呢，我们要来为芭比娃娃换下衣服了。芭比娃娃什么时候穿一个干，什么时候穿一个翼？好，我们请老师来念一下这些句子。Anjing memasukkan kepalanya ke dalam toples. Si anak menemukan sebuah tikus dalam lubang. Si anak melanjutkan mencari di sebuah lubang besar pada batang pohon besar. 这里的三个主要的动词 memasukan、menemukan、melanjutkan， 这个干的后缀一加上去以后，它的及物性变得很强了，相当于中文的把什么什么怎么样了，或者将什么什么东西怎么样了的意思。所以 memasukan， 那么重点在于那个 kepalanya， 那个头，把那个头怎么样呢？把那个头伸进去，所以一定会要将这个东西将这个东西要移动，或者是把这个东西怎么样了，就要用干。那同样的 menemukan 也是看见了一个什么呢？遇到了一只什么？发现了什么呢？发现了一只老鼠，所以也是把一只老鼠给找到了的意思。那 melanjutkan 是要将什么事情继续的做下去，也是把一个事情继续下去，所以用后缀干。下面的例子是后缀一，后缀一是指的那个处所。Anak tersebut memiliki seekor katak yang disimpan dalam toples. Anjingnya mengikuti mencoba menyelamatkan si anak. 所以你看到 memiliki 这边是他拥有一只青蛙，所以这个青蛙呢，等于是他拥有的地方。那 mengikuti 跟随着那个小孩，那个 si anak， 你要 ikuti 跟随着他，他是你追随的那个地方，那个人，那个地方。所以 e 的意思呢，基本上是指的那个处所。干的意思可以是说要被移动的、被处置的那个东西。那除此之外，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还有一些非自主的动词，譬如 Terjatuh, Terkejut, tersangkut. terlempar. 那么这个前面呢，都是一个不自主的，他不小心的摔了一跤，或者吓了一跳，都不是自己愿意的，或者是被不小心的抛了出去，或者被不小心的夹住，不小心的跌倒，甚至如果说我摔了一跤，我摔的坐在这个地方也是不自主的。那当然，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不自主的动词搭配起来，变成一种静态的意思。Ternyata, Tersebut, terdapat. kelihatan. 刚才我们也谈过一些不及物的动词，在这课文的例子有 Berlari, Bersembunyi. 好，我们将印尼语的这一课里面主要的动词都介绍完了。我们现在要来请你看一看，你是不是已经学会了这一课的词根跟词缀。